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這位掌握全球資金流向命脈的男人，在他每一次講話都會讓市場平息的記者會上，第一次如此旗幟鮮明地為這場愈演愈烈的 AI 熱潮站台背書。他說，現在的 AI 投資不是2000年那場讓無數人血本無歸的科網泡沫重演。他說這一次不一樣，但就在同一時間，另一個傳奇人物卻用真金白銀投下了完全相反的賭注，他就是電影大賣空的本尊。在2008年金融海嘯前，唯一看穿房市泡沫的男人 Michael Burry 買入了 AI 龍頭英偉達和 PLTR 的看跌期權，公開示警。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泡沫消息一出，市场震動 ，PLTR 盤前一度暴跌超過8%，英偉達也应聲下跌。這一下市場徹底分裂了，一邊是全球最有權力的央行行長告訴你派對可以繼續，另一邊是全世界最會看穿泡沫的男人警告你音樂即將停止。這就帶來了一個價值萬億的問題。當音樂響起，我們作為普通投資者到底應該聽誰的？是跟着鮑威爾起舞，還是跟着 Michael Burry 尋找離場的出口？當全球最有權力的人和最頂尖的逆向投資者看法出現了180度的分歧，這究竟是黃金機會的確認信號，還是泡沫即將達到頂峰的危險警示？今天這條影片，我們就要來回答這個讓所有投資者都夜不能寐的問題： AI 泡沫到底是不是要爆了？我們會重蹈科網股的覆轍嗎？我會為你徹底拆解鮑威爾和 Michael Burry 這兩大巨頭的觀點和布局，帶你穿越回2000年，親身感受那場史詩級的泡沫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破裂的。更重要的是，我會給你一套清晰的框架，讓你學會如何在這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 AI 大時代中，精準地避開那些注定會歸零的泡沫，並牢牢抓住那些真正能夠改變未來，並為你帶來豐厚回報的強勢股。請你一定要看到最後，因為今天影片的內容很可能會決定你未來10年是財富增值還是資產縮水。首先，我們必須精確地理解鮑威爾到底說了什麼，以及他沒說什麼。很多人只聽到不是泡沫這4個字就開始狂歡，但魔鬼永遠在細節裡。在10月30日的記者會上，鮑威爾的核心論點可以總結為3點。第一，這一次的主角是會賺錢的。鮑威爾的原話是：我不會點名具體公司，但這些企業確實有盈利，他們具備成熟的商業模式、穩定的利潤等核心要素，這與互聯網泡沫時期有着本質區別。這句話可以說是一針見血。當時的公司只需要在名字後面加上 .com， 估值就能飛上天。他們的商業模式是什麼？是燒錢換眼球。他們的財務報表只有支出沒有收入。一家在網上賣寵物用品的公司，從上市到破產只用了短短9個月的時間。這就是一場建立在純粹想象之上的狂熱。而今天情況完全不同，我們來看看這場 AI 熱潮的領頭羊英偉達，它不是在講故事，它是在印鈔票。根據最新的財報，英偉達的毛利率超過70%，這是連蘋果都望塵莫及的數字。再看看微軟、谷歌、亞馬遜這些雲計算巨頭，他們的 AI 服務已經成為財報中增長最快的引擎，為公司帶來了數百億美元的真實收入。企業願意為 AI 付費，是因為他們清楚地看到了投資回報率。這不是投機，這是投資。第二，這場投資不是靠放水催生的。鮑威爾的第二個關鍵論點是，利率並非人工智能或數據中心投資故事的關鍵因素。這類投資基於長期判斷，人們堅信這一領域將迎來大規模投入，並最終推動生產力大幅提升。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什麼？是在告訴市場，這一輪 AI 投資的熱潮不是由美聯儲的寬鬆貨幣政策，也就是印錢催生出來的虛假繁榮。恰恰相反，它是在2022年開始全球經歷暴力加息、資金成本急劇上升的背景下逆勢爆發的，說明企業的投資是基於對未來生產力提升的真實需求和堅定信念，而不是因為錢太便宜了，不知道該往哪裡投。這就像一個家庭，不是因為中了彩票才去買房，而是因為真的需要一個更大的空間來生活。前者的基礎是脆弱的，後者的需求是剛性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即使在全球宏觀經濟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科技巨頭們依然敢於拋出數千億美元的資本支出計劃。第三，這一次的投資看得見、摸得着。鮑威爾的第3個論點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他說，無論是設備投資，還是建設數據中心，支撐人工智能運行所需的各類投入，顯然都是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之一。這句話的重點在於 AI 投資正在轉化為實體經濟的增長，這不是一個只存在於雲端的虛擬概念。
建設一個 AI 數據中心需要鋼筋、水泥、光纖、冷卻系統，需要大量的電力和土地。根據摩根大通的預測，2025年上半年 AI 相關的資本支出已經為美國 GDP 增長貢獻了 1.1個百分點，超過美國消費者成為經濟擴張的引擎。這個體量已經堪比當年頁岩油革命的鼎盛時期。而 AI 熱潮已經將美國的用電需求推升到了歷史新高，數據中心的快速擴張迫使電力公司加速電網升級。根據美國能源資訊局的數據，2025年7月，美國峰值用電需求2次刷新歷史紀錄，達到759180兆瓦，說明 AI 這頭猛獸是真的在消耗能源，是真的在驅動實體經濟的運轉。AI 投資不是紙上談兵，鮑威爾看到的是真實的數據中心建設、設備採購和基礎設施投入，而不是2000年那種只有網址沒有實體的科網泡沫。所以，当我們把鮑威爾的3個核心論點結合起來看，就會得到一個清晰的圖像。這一次的 AI 熱潮是由有盈利能力的公司基於對未來生產力提升的真實需求所發起的一場正在對實體經濟產生深刻影響的結構性投資。這就是鮑威爾敢於說這次不一樣的底氣所在。聽完鮑威爾的分析，你可能會覺得，那我是不是可以馬上去開戶 all in AI 了？先別急，鮑威爾的話只說對了一半，他準確地描述了這次 AI 熱潮有實體的一面，但他刻意回避了有泡沫的另一面。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投資者，既要看到對我們有利的證據，也要警惕那些預示着危險的信號。我們來深入對比2000年和2025年，看看這2場科技狂熱到底有哪些驚人的相似之處，又有哪些本質的不同。1998年11月13日，一家名為 TheGlobe.com 的社交媒體鼻祖公司上市，發行價9美元，開盤價87美元，盤中一度飆升到97美元，收盤於63.5美元，當日漲幅高達606%，創下當時 IPO 首日漲幅的歷史記錄。但這家公司從未實現盈利，到2001年股價跌至不到10美分，市值縮水超過95%，最終在2008年停止運營。2025年的今天，我們同樣看到了一些令人瞠目結舌的現象。一些 AI 初創公司可能只有幾十個員工，一個還在測試階段的模型，估值就能輕鬆突破幾十億美元。很多傳統行業的公司，僅僅因為在財報發布會上多提了幾次 AI， 股價就能在第2天莫名其妙的大漲20%。這種點 AI 成精的現象和當年 .com 成精的狂熱何其相似。2000年，人們相信互聯網將徹底顛覆商業、媒體和生活方式。當時的口號是改變世界。人們認為，在新的遊戲規則下，傳統的估值模型，比如市盈率，已經過時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夢率，看的是你的夢想有多大。今天我們聽到的故事幾乎如出一轍，人們相信 AI 開啟第4次工業革命，它會重塑每一個行業，影響會超越互聯網。同樣，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對於像英偉達這樣的公司，不能用傳統的市盈率去估值，因為你無法為一場革命定價。這種對未來的無限憧憬，以及對傳統價值評估體系的蔑視，是2次浪潮中人性貪婪一面的共同體現。在2000年，很多財經雜誌封面都在討論你不能錯過的10隻科網股。電視裡的股評人每天都在描繪一個美好的數字未來。這種信息的狂轟濫炸，讓當時的普通投資者產生了嚴重的 FOMO 情緒。於是，無數人將自己的畢生積蓄投入到那些他們根本不了解的公司中。時至今天，打開你的手機 YouTube 財經新聞 App， 推送給你的是不是也都是下一個 AI 百倍股在哪裡？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它會壓着同樣的韻腳。媒體和 KOL 的推波助瀾，再次點燃了散戶的熱情，也為潛在的風險埋下了伏筆。說完了相似之處，我們再來看本質的不同，這會是決定我們投資策略的關鍵。第一，盈利能力的天壤之別，這個我們在前面講過。2000年的科網公司絕大部分都沒有盈利，而2025年的 AI 巨頭是賺錢賺到手軟。在2000年泡沫頂峰時，納斯達克100指數的整體市盈率高達200倍，而今天即使經歷了大幅上漲，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100指數，其市盈率也僅僅在35到40倍左右。這背後就是由實實在在的盈利增長所支撐的。第二，應用場景的虛實之分。2000年的互聯網雖然前景廣闊，但在當時大部分應用都還停留在非常初級的階段，網速慢，支付不便，物流不暢，很多美好的商業構想都只是空中樓閣。
比如生鮮電商 Web1 想法很好，但在當時的技術和基建條件下根本無法實現盈利，最終燒光了12億美元，成為科網泡沫中倒下的最大巨人之一。而今天的 AI 已經在無數個真實的場景中創造着切實的價值。醫生利用 AI 輔助診斷，可以將閱片效率提升30%；程序員使用 AI 編程助手，每天可以節省1到2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好萊塢的電影公司用 AI 生成特效，可以將製作成本降低1半。這些都是已經發生並且正在規模化的應用。AI 不是一個未來的概念，它是一個現在進行時的生產力工具。第三，投資主體的專業與否。2000年的科網泡沫，很大程度上是由缺乏經驗的散戶投資者推動的。而這一輪 AI 熱潮背後的主力買家是蘋果、微軟、谷歌、亞馬遜、Meta 這些全球最有錢也最聰明的科技巨頭。他們每年數千億美元的資本開支，是經過了內部工程師、科學家、財務專家極其審慎的評估後才做出的商業決策。當一群最頂尖的聰明人用真金白銀去為一個產業的未來投票時，它的可靠性遠遠高於一群被FOMO情緒驅使的散戶。這也是為什麼高盛的報告敢於說，我們並不擔心人工智能投資的總量，因為當前人工智能投資占美國 GDP 的比重不足1%，低於以往大型技術週期2%到5%的水平。這意味着從宏觀層面看，真正的投資可能才剛剛開始。好了，對比了這麼多，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了。2025年的 AI 熱潮不是2000年那種純粹由夢想和投機構成的全面泡沫，而是一場由真實盈利和剛性需求支撐的結構性泡沫。什麼叫結構性泡沫？就是說這個行業的長期價值是真實存在的，但其中一部分公司的股價已經遠遠透支了他們未來很多年的增長，形成了局部的結構性的泡沫。而另一部分公司，它的價值可能還遠遠沒有被市場發現。這就給我們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也帶來了巨大的機遇。挑戰就在怎麼避開那些被過度吹捧的泡沫，機遇就在怎麼找到那些被市場忽略的黃金。面對這樣一個機會和危機並存的市場，我們應該怎麼辦？是完全退場，等待泡沫破裂，那樣你可能會錯過一個時代級的機會；是蒙着眼睛衝進去，隨便買幾隻 AI 概念股嗎？那樣你很可能成為高位接盤的韭菜。要能享受紅利，關鍵就在買強勢股。在像 AI 這樣的大時代浪潮中，真正的贏家，無論他屬於哪個行業，都會在圖表和基本面上表現出清晰的強勢特徵。而我們的銀勢技術核心就是教你怎樣識別和抓住這些強勢股。銀勢技術能夠提供這樣一個客觀的量化的標準，看價格和趨勢所反映出來的事實。面對當前的 AI 市场，運用買強勢股的理念，我們的策略就變得非常清晰。我們要承認，市場上確實存在大量的 AI 泡沫股，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只有故事沒有盈利，股價波動巨大，沒有穩定的上升趨勢，媒體曝光度極高，但機構持倉比例很低。對於這類股票，我們的策略只有一個字：避。無論他們的故事講得多麼動聽，我們都不要碰，因為你買入的不是資產，而是一個隨時可能破裂的氣球。我們的目標是在這片泥沙俱下的河流中找到那些真正的黃金。這些公司就是我所說的強勢股，它們具備以下幾個鮮明的特徵：一、盈利能力強勁，它們不僅有收入，更有持續增長的高質量的利潤，現金流充裕，資產負債表健康。二、行業龍頭地位，他們在自己的細分領域擁有難以被撼動的護城河，可能是技術專利、品牌優勢，也可能是網絡效應。三、清晰的上升趨勢，在股價圖表上，他们的走勢是穩步向上的，而不是上蹿下跳的心電圖，價格始終運行在關鍵的移動平均線之上。四、機構資金的認可，大量的頂級投資機構都是他們的股東，這說明最聰明的錢已經幫我們做過了一輪篩選。當你用這4個標準去審視當前的 AI 相關公司時，你會發現絕大多數所謂的 AI 概念股都會被淘汰掉，剩下的就是那些鳳毛麟角的真正的硬核資產。我知道聽完今天這麼多信息，你可能還是會不知道從哪裡入手，有點不知所措。市場上有幾百家公司都說自己是 AI 概念股，你怎麼知道哪家是真正的英偉達，哪家又是下一個 Pets.com？ 你怎麼才能精準地運用我上面提到的4個標準，找到那些即將爆發的強勢股，而不是買到一個只會講故事的弱勢股？這些問題，銀勢技術公益課都能夠幫到你，因為要在一輪科技大趨勢中真正賺到錢，光看懂宏觀趨勢是不夠的，你必須掌握一套選股和買入的實戰系統。在這個完全免費60分鐘的公益課裡，
你會學會關於如何識別和買入強勢股的核心方法，去篩選出在 AI 浪潮中真正具備強勢特徵的潛力公司，並找到他們的最佳入場時機。這套方法是我過去10幾年在市場上反覆實戰、不斷優化總結出來的。它的設計原則就是簡單易明，就算你是一個投資新手，10歲的小孩都能聽懂，都能學會。因為是公益性質的課程，我希望能把這些真正有價值的知識分享給更多有心學習、渴望在 AI 時代抓住機會的朋友。所以我們的名額是有限的。如果你真的不想錯過這輪 AI 革命的財富機遇，如果你渴望學會一套能夠讓你穩定獲利的實戰方法，那現在就不要猶豫，立刻點擊下方資訊欄裡的連結，了解更多。我相信這會是你今年在投資上做出的最正確的決定。好了，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分享的內容。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講話為 AI 的長期價值提供了強有力的官方背書。他明確指出，這次的 AI 熱潮與2000年的科網泡沫有着本質的不同。它的基礎是真實的盈利和對實體經濟的推動，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市場中存在着大量的結構性泡沫。我們不是去預測泡沫何時破裂，而是在泡沫中找到那些真正具備長期價值的強勢股，找到那些真正能夠穿越牛熊週期的偉大公司。最後，我想問問大家，你覺得現在的 AI 領域裡最被高估、泡沫最大的部分是什麼？而最被低估，你認為潛藏着巨大機會的部分又是什麼？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期影片再見。